大语言模型它本身的特质就是对这个语义的这个理解力很强，能够解读资料，所以这个是我们认为可以帮助我们在营运制造上去解决一些问题，就是说我可以从海量般的一个数据里面去找出它里面所带的意义，那甚至可以减轻所谓的使用者的时候，他在使用的时候，如果我今天没有大语言模型，你要查询这样子的海量资料的时候，你必须要熟悉所谓的资料库的操作方式，你可能要透过非常多的步骤，可能才会找到你要的资料。但是有了大语言模型之后，你可以用所谓的自然语言输入的方式，就像平常这样讲话，它可能很快的就帮你把资料查找出来，甚至你可以它帮你产生一个总结报告，你就不用再绞尽脑汁的读完报告之后还要写一个所谓的总结出来。所以这个对我们来说，对工厂的整个营运效率是有很大的提升。是现在制造业就所谓的数位转型啊，那数位转型第一个特点就是你很做的就是会产生非常多的数据量，那这个数据量其实会呈现爆炸性的成长，相对于以往，你数位化的程度越高，其实你产生的这些数据其实的量会越大。那在这么大量的这也是爆炸性成长的资料量里面，那你要怎么从这些资料里面去找出有价值的一个商业意义的部分？就像我们大家去那个淘金，那个河流里面去淘金的时候，那你要弄，那你要找出这里面有含金的成分，把不重要的部分剔除掉。但是如果今天这个资料量很大的时候，你要有一个比较有效的工具去做这样的一个事情，那这个东西就会用在所谓的大语言模型上，因为它天生就有这样的一个能力。那除了帮你弄筛选出来之外，它还最后还帮你总结。对，所以这个是我们认为，这个是我们觉得大语言模型可以对我们在营运上、制造上有一个很大的帮助的一个主要考量。等于说数据变成有价值的资讯，可以去做执行，然后接下来还包含直接给你生成一个报告，方便跟不管是团队或是上层人做。因为这跟我们这个所谓的转型策略会有一些关系啊。那转型策略其实里面有一个最重要的一点，就是那个 ESG 的那个永续，因为它的最终目的就是要帮这个企业找出能够维持这个所谓的价值的一个方式。那个像 ESG 很重要的精神就是你要节省资源，避免浪费。那其实大语言模型就可以帮你做这样的一个预测，就我刚刚讲预测，就是说我现在可以预估，比如说我需不需要那个所谓的进货啊，包括库存那些等等。那它帮你所谓的优化你的那个生产的效率，那甚至呢，计划你的排程也可以做到所谓的优化的部分。那基本上这些东西透过大语言模型就可以达到我们在这个所谓的数位转型里面的一个最重要的一个目的。当然其他的 AI 技术也是会一起合并使用，但是我们认为目前看起来就是主要是因为要处理资料量的部分的话，大语言模型目前大概是说 AI 技术里面目前大概就是大家其实都会往这个方向去走。多模态要怎么应用到自己？对，那我就举一个例子啊，但是后面也会讲到，就是我们大语言模型的应用的场域的应用的那个场景的部分，就有一个叫做所谓的设备的预防性的维护。那通常是这样，我们知道这个设备对制造业讲就是制造业金鸡母，就是没有它那个可能你很多东西就做不出来了，所以它一旦故障，那问题就很大。那我要怎么能够在它故障之前，我就要预防它，不是到那，所以它就要分3个阶段。第一个就是这个东西坏了，你才去修嘛，那就是最糟糕的状况。那如果你有一些方法的话，我是可以在快要坏掉之前，我能够提前知道，那是可以提前先在所谓的生产的空档，我就去做所谓的预防性的维修，例如说更换零件等等。那这样子就会避免到时候在生产的途中突然你机器故障，那你可能
被迫要停线，然后造成你的产能就会有受到严重影响。那刚提到就是第一个就是第一种层次就是我坏了才修，那个大概就是没有什么预防，就是坏了遇到坏了就修，这是一定要的。第二个就是我固定时间就修，我不管你现在的状况好还是不好，就是说我1个月就维修一次，1个月就维修一次。那这个有点就是过度的做这个所谓的保护。为什么？因为你可能它还没到需要维护的阶段你就维护，那造成是什么？就是造成了你在那个支出成本上的增加，因为有些叫做不必要的维护。对，那大家都希望就是刚刚好，需要维护的时候我才去维护，所以就会所谓的预测性。那我怎么预测说它即将坏掉？就是说我可能知道它可能是在1个月内或是3周之内就要坏掉，那这个东西就必须借重这个所谓的大语言模型。那我们刚刚提到大语言模型，它目前的话它是所谓的只靠文字或是我们讲都要做数据好，完全是靠这个来去推测。因为数据里面如果是就像我们看那个股票市场，它收集到越多的资讯，它就有可以预测说我接下来的会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况，但那个前提是你认为它里面是有规则性的东西。那如果我除了这个能够有增加更多维度的这个参考资料，例如说除了数据以外，我是有其他的，例如说像工厂生产都有的是它的内部里面的主要的元件叫做设备里面主要元件跟马达，那马达快故障的时候它可能就会发出不同的声响。那或是有的就是说它假设它如果你可以拍得更清楚，就是说有的它是里面有一个所谓的皮带在它带动运转的时候，皮带已经出现裂痕。那假如你今天光看数据的时候这些都看不到，那如果我在做预测的时候，我能够同时有收集到这个所谓声音的部分，那甚至拍到影像的部分，那结合数据的部分，那再把它合并在一起让它去做判断，我们认为这样子会提高它判断的精准度。对，这个就是我们认为那个多模态模型在这个所谓的生产制造上的其中一个应用。但是这是在生产制造上，当然它还有很多其他的应用，就是我们现在看到坊间那个所谓的创作啊等等等等。对，这是我们目前正在规划的。所以等于说多模态包含声音包含影像，然后加到 LLM 里面可以做到预测性维护这件事情都变得等于很友善对管理者来说。应该说对，就是会提高它的精确度，就提高精确度。